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老公的继父重病，他让我去随便照顾照顾，护工不得花钱。那死老头又没有什么遗产，把他伺候走，你就立了大功。我不想去，老公却说都是我做惯了的，总不能让年迈的婆婆去干这脏活累活。那我偏要好好照顾，让老头长命百岁，让婆婆再找的梦想破灭，让老公逢年过节都得面对着这个亲爹。可是老头病一好，就拿出10本房产证送给我，是怎么回事？本频道将为您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，也许有些故事会让您热泪盈眶，有些则会让您感叹人生百态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好，妈你放心，这是我给你办的妥妥帖帖。放下手机，老公让我收拾上医院去照顾2天。仔细一问才知道，不是婆婆生病了，而是婆婆的2婚老头病重，她又无儿无女，最后找到了我身上。我摔了拖把，要不婆婆照顾，要不找个护工，全天下都没有儿媳妇照顾的道理，何况不是你亲爹。没想到老公搂着我，嘴上像抹了蜜一样的甜，轻轻地在耳边劝我，那老头没几天了，他一死，他那房子就是咱家的了，到时候给你记一大功。我叹了口气，望着天花板思索了半天。婆婆命苦，30岁就没了老公，精挑细选，终于在60岁头上再次喜结良缘，找了赵叔叔这个退休老干部，工资多不说，还有套房。没想到这才半年不到，老头就要不行了，拎着脸盆保温壶走进医院之前，婆婆特意叮嘱我，让我好好的伺候着。她跟朋友旅游去了，希望回来能听见好消息。我心情忐忑，我从小无父无母，婆婆待人和善，老公也帅气，虽然家里条件一般，但是让我好好照顾，我的心里还是有些忐忑。病床上，赵叔叔脸色灰白，想来是没有几天了。看见他的时候，他正拿着200块钱向旁边的人买一瓶矿泉水，求求你给我口水喝。这哪行，我抢过他手里的钱给他喂了水，又擦了脸跟手。他迷茫的双眼睁开，看着我，犹犹豫豫地喊了我的名字，桂兰。桂什么兰？桂兰跟别的老头旅游去了，我是你儿媳妇。他的头别向一边，我连儿子也没有，哪有什么儿媳妇？忙活了一整天，我吃个饭的功夫，只见老头的被子都被扔到了地上，抬头一看，竟然是老公来了。陈诚，你干什么？你想冻死他？我不是让你好好照顾吗？你到底听不听得懂人话？我满心委屈，要不拔了管算了，反正他无儿无女，也没人知道。我去跟医生说，老公却拦住了我，语气变得温柔，拔了管，那街坊邻居亲朋好友怎么看咱妈？乖，你再坚持2天，除了维持的药，别的钱我一概不交。陈诚明天还要上班，我留下来值夜。特效药一撤，老头晚上疼得死去活来，摔了好几遍水杯，到最后摔无可摔，竟然翻倒了床头柜。跟我生气有什么用？我拿出手机，把婆婆的朋友圈给她看，你看看，婆婆在外面潇洒呢，就想等你死了图你的房子，你把我气走了，真没人照顾你了。她的手指颤抖，拍栏杆的手再也没有落下去，而是从身上掏出了一张卡，哆哆嗦嗦地放在了我的面前，表情却冷漠淡然。这里面的钱，你帮我去交医药费也好，或者拿走也好，我将信将疑。老头是工资挺高，但是都被婆婆拿走花了呀。老头还哪里有钱？机器上一查，吓了我一跳，里面竟然有100多万。
在拿走还是交医药费中，我犹豫了一下，任性还是让我把钱交了医药费。没想到前脚刚交完，后脚老公就打来了电话：“你哪来的钱给他交医药费？”我沉默不语，却被他破头盖脸一顿骂，眼泪一滴滴的流下。我哪还像他的妻子，分明是他的出气筒，是他家的保姆。老头看我哭过了，叹了口气，推了推我，让我回家。我却在他的床前坐了一宿。陈诚这样，他妈也这样，躺在床上的老头，未来就是我的命运，而我还不如老头。以后我连躺在医院的资格可能都没有。他们娘俩会把我送到医院吗？你说，医院账户里为什么有10万块？陈诚一早就来了，拽着我的衣领，把我推到了一边，冷眼看着老头，又看了看我：“你竟然还有钱，还说动了我媳妇帮你交钱，怪不得能骗走我妈呢。”不屑挂在脸上，我听得脸红一阵白一阵，伸手去拽陈诚的衣袖：“不是这样的。”他的衣袖一甩，把我狠狠地推到一边，啪的一声，老头给我的银行卡掉在了地上。陈诚先我一步捡起了卡，站起身的时候，另外一只脚直直地踩在了我的手指头上，抓着我的头发，逼我仰视他：“你背叛我，说老头给了你多少好处，还是说他死了，把遗产都能给你？”我猩红的眼睛瞪着他，嘴里吐出几个字：“那卡里是救命钱，我不救又能怎样？我喊了他那么久的爹，他也该包个大红包给我。”陈诚在卡的面前，整个人狂妄又疯癫。他似笑非笑地拿起了床前的刀，假装在输液管上一割，然后哈哈大笑起来：“以前不是让我喊你爸爸吗？现在咱俩换换，你也喊我一声爸爸来听听，不然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”陈诚，你疯了！我从地上连滚带爬地站起身来，满脸的失望，指着床上的老头：“他活不了几天了，你就这样侮辱他？喊爸爸是侮辱，他侮辱了我好几年了。”陈诚拍了拍我的脸颊，整个人冷血的似一头随时发怒的野兽，叫啊！暴怒让他上前一步，狠狠地抓住了老头的衣领，呛得他立即咳了起来，床边的仪器此起彼伏地叫了起来。我转身就要去叫医生，却被陈诚拽住：“你敢！”老头的脸色从苍白变得渐渐黑紫起来，我心里焦急，再晚真的没时间了，用力地咬了一口陈诚的手背，他吃痛，啪的一声，狠狠地甩了我一个耳光。我顾不得脸上的疼痛，冲出门去，大喊医生。陈诚早就拿着卡跑了，医生护士把我推出门外，说让我去缴费，一滴泪滴了下来，这个时候才感觉到了疼，我的脸肿得老高。陈诚竟然打了我，护士不停地来催家属缴费。家属？我算是哪门子的家属？很想一走了之，可是走出医院，我又哪有家？看了看手上的婚戒，我打了2手回收的电话，在抢救室门口卖了4000块，4000，救人杯水车薪。一咬牙，拽断了脖子上的玉坠。您再看看这个，小哥让我配合着拍了个短视频，咬咬牙给了我1万块，还是看我孝顺，在医院里收才是这个价格。结了婚后，陈诚说要养我，我就没有再上过班，只给婆婆收拾家务、买菜做饭。用他的话说，咱家有一个老头，赚钱就够了，女人都好好在家享福。可是我的手里好久都没有1万块了，拿着这个钱又不舍得交医药费了，心乱如麻地走在大街上，竟然在家门口意外地看见了陈诚。他带着3个小姐姐在吃夜宵，嘴上嬉闹，手上还不老实。我的心顿时沉了下去，想起自己还没吃上一口晚饭，坐下来拿起烧烤就吃。陈诚却不乐意了，
抢过我手里的烧烤，就让给了路边的流浪狗，冷笑着看我，最后还不是求我给你一口饭吃？你不讨好那个老头了？看着流浪狗吃得香，转头又摇着尾巴来要，我的神色暗了暗，横竖也就今晚了，那就回去给我等着，有好消息了告诉我。说着，当着我的面捏了旁边小姐姐的脸。小姐姐眉飞色舞，看了我一眼，拉着陈诚的手问：“这不会是你老婆吧？”“哪能啊，这是我野爹的护工。”“护工？”陈诚跟小姐姐在外面嬉闹，我忍住了给他面子，但是他大辣辣的交了1万块钱。虽然杯水车薪，但是没有老头，我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明白，这样的日子我不用忍。总算熬到了天亮，陈诚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，我都没有接。等老头一死，我就跟陈诚离婚。没想到医生护士忙了一夜，老头竟然从 ICU 出来了，他的病情平稳了。老头醒了，乐呵呵地拉着我的手，看了我肿着的脸颊，满眼的泪。“孩子啊，听说你昨天卖了婚戒，才给我凑的医药费，我们2个人之间也算仁至义尽。”我正要走，他却拿起我的手机，打了几个电话，不一会就来了个律师，拿了份文件要我签，上面竟然写着赵景康老人死后要将坐落于上海的10套房产都给我。不一会，连公证处的人都来了，我吓了一跳。不，这得多少钱？律师笑着感谢我，说这是赵老感谢我的一部分。我支支吾吾地看的律师：“你打离婚官司挺贵的吧？”屋子里的人都笑了。“陈佩玲小姐，您现在名下财产超过1000万，想要离婚轻而易举，那是不是还要分渣男一半？这是赵老先生给您个人的，跟离不离婚没关系。”我看着满屋子里的所有人，有点不解，赵老那么有钱，为什么选择给我？他不是跟婆婆才是2口子吗？病床上的赵老精神矍铄，笑着看我，看你一眼，我就觉得像我年轻的时候认识的朋友。再看这2日的相处，你的善心更像。我又无儿无女，给你也比给了那贪心的老太太强。说到老太太，婆婆的电话来了，她估计旅游回来了，懒洋洋地质问我，怎么还没给老头伺候死？我的眉头紧皱，我该怎么说？在我的悉心照料下，老头活得好好的呢，而且还得了本不该得的10套房产。看着赵老示意我的眼神，我哑着嗓子告诉婆婆，快点来吧，马上不行了。没想到婆婆在电话那头乐了，拍着手跟旁边的人欢呼，似乎还是个男人。我的脸上有些不好，赵老却示意我没事，让他来。果不其然，婆婆没有半个小时就杀到了病房，看见躺着睡着的赵老，瞪了我一眼，还在这愣着，快去找医生啊，直接拔管。妈，叔才60多岁，医生说好好照顾，能挺过去的，挺过去。你伺候啊，是你爹啊。婆婆劈头盖脸给了我一巴掌，眉眼都带着气，叉着腰四处找东西，想要揍我，最后拿手指头杵着我的脸臭骂，老头给我留1套房子呢，最低也能卖100来万，到时候我死了，这房子不是你们小2口的，怎么那么傻？你伺候他干什么？说着踹了我一脚，让我去找医生。出了门，我吓了一跳，门口竟然坐了另一个老头，竟然是陪婆婆出门旅游的那个。这婆婆胆子也太大了，赵老还没有死，竟然把人带到了医院里来，吓得我腿一软，直接撞在了门框了。不中用的东西，见到你王叔也不知道打招呼。说着把人拽了进来，指着挽着的老头，以后你就叫王叔。边笑边对着病床上闭着眼睛的赵老得意洋洋地炫耀道，你走了也别担心，我有老王照顾，你的房子我们会好好住的。没成想
赵老忽然睁开了眼睛，声音气定神闲：“是吗？你能住得上？”妈呀，鬼呀！婆婆手中挽着的老头脸上带着笑，看见床上昏迷的人，忽然说话了，吓得往后退了3步，直接带到了婆婆。砰的一声，婆婆的头磕在了地上，当场昏迷不醒。老王头看着情况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事情来得太快，我手脚发麻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赵老嘴角带着笑，看着婆婆，抬起下巴示意我去找医生。医生抢救了半天，告诉我家属准备准备吧。看着手里的病危通知书，上面魔幻地写着婆婆的名字。我哆哆嗦嗦地给老公打电话：“快来吧，今晚真够呛了，房子一卖，我就是100万富翁了，再不用受那个老头的气了。等忙完老头的事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声音吵闹，看来又在吃烧烤。你再晚，就赶不上看你妈最后一面了。我打算挂了电话。什么？你说谁？陈诚显然急了，丝毫不顾周围小姐姐的劝救，紧接着嘴里骂起了脏话：“陈佩玲，你今天要是有半句话是骗我的，我叫你不得好死！粗鄙无知！我恨自己今天才完全认识了他的真面目。你敢碰我一个手指头，我让你今晚跟你妈作伴。”早前婆婆的话历历在目，她说自己腰不好，不能干家务，说自己命苦，伺候了老的小的一辈子，现在她要死了，我才反应过来，那都是扑我的话，被自己找的老头直接撞倒摔死，也真算得上死后其所。陈诚来得很快，见到我拽着我的头发，大呼小叫：“我妈呢？你把我妈怎么样了？”我狠狠地踢了他的裆，挣脱了束缚，脑死亡了。现在一大堆的遗体捐献的人等着呢。你骗人，我妈怎么会死？她白天还活得好好的，她身体那么好，她怎么会突然死了？一向在意形象的陈诚蹲在角落里，委屈得像个小孩，却忽然发现了我推着赵老站在了他的面前。他像是见到了鬼一般，指着我们俩：“你们是你们害死了我妈，你妈还没死呢，你现在替她捐献了器官，还能为人类做点贡献。”我冷冷地看着眼前的男人，他没有一点骨气，遇见这样的事情就只知道哭，连护士来了都愤怒地把人推到了一旁，气得护士把缴费单扔到了他的面前：“家属，快点去缴费吧，缴费。”陈诚看着单子上的数字，有些迷茫，又带着些希望，走上前，跪在了赵老的面前：“爸，我亲爸早就死了，您像是我亲爸一样，给了我父亲的温暖，现在妈妈的医药费，您不能不付啊。”赵老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，看着陈诚，恨铁不成钢，只是冷笑，却不说话。陈诚慌了，忙不迭地扇自己的耳光。我知道是我不对，我败家子抢了您的救命钱，您这不是没事了吗？我知道您还有套房子，这样我去抵押了，好交我妈的医药费。他的眼里带着希望，我却感叹他花天酒地，胡吃海喝，所有的钱挥霍一空，总想着还要亲妈在后面为他兜底，没想到婆婆一命呜呼，连句话都不留下。看赵老没有任何反应，他抹了一把眼泪，站了起来，指着我，又指着赵老，点了点头：“你们2个奸夫淫妇，你是我的老婆，却给我戴帽子，你对得起我吗？”他的声音大了些，惹得周围人暗暗地看热闹。这下他更高兴了，向前一步，对着赵老就是一口痰：“你这个老不正经的，是我妈不行了是吧？难不成你还想要个儿子？这脏水泼的，任谁都受不了，何况是个60旬的老人。”可他低估了赵老的耐力，世间冷暖，他什么没见过，微微一笑，就点破了陈诚：“我的钱，你1毛钱都要不到；你妈的钱，你也1分钱都得不到。你知道什么？
陈诚后退一步，明显的惊慌。赵老却更加的气定神闲：“你本就父母双亡，10几岁才被收养，却并没有手续，所以你不算是我们的亲儿子，这就说得通了。我跟陈诚结婚，婆婆云淡风轻，既不支持也不反对。我以为是因为我是孤儿，被她看不起，没想到她竟然是连自己的儿子也不爱，只是想找个能给自己养老送终的人。”陈诚的头发丝都要被揪光了，他满脸痛苦地反驳：“不，我就是我妈亲生的，我的父母不是杀人犯，我不是亲戚都不养的小孩，我还有媳妇。”他满怀期冀地来抓我的手，却被我打落。“滚！从今往后我们就当不认识，我要跟你离婚。”离婚？陈诚没想到这个词从我的嘴里说出来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离婚？你敢跟我提离婚？”他的手指头指着我的脸：“离了我，谁能要你？你什么都不会，又能去干什么？难不成你真的攀上了这个老头？他就一套房，你竟然肯跟他？夫妻多年，陈诚竟然这样想我。”我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，带着这么多年的怨气：“贱女人，你竟敢打我！上次泼我酒，我还没跟你算账。”陈诚怒气冲冲地冲过来，就要打我。我伸出了自己的侧脸：“打呀！你昨天打的一巴掌还没消肿，正好把我打死。你看看我在黄泉路上是怎么扇你妈的。”他仿佛第一次见我发怒，举起的手半天才缓缓地落了下来，眼角挤出了一滴眼泪，语气也缓了下来：“佩玲，我们不离婚好不好？你帮我料理我妈的后事，我就只有你了呀。”他的手如铁钳一般箍住了我的手腕，上前要来抱我，被我狠狠地咬了一口脖子，才被推开，血蹭了他一脖子。陈诚做事就要掐死我：“去死吧，贱人！”我靠在冰冷的墙壁上，冷眼看着这个可怜的男人，对着他冷笑。以前我害怕失去这个家，害怕失去这个唯一爱我的男人，现在我看着他，只觉得他可怜。我多么的傻！我拥有的永远是宝贵的自己。他被看热闹的人拉走，却在下一秒被警官带走。医院害怕有人闹事，病人跟保安不约而同地报了警。陈诚这个时候才知道害怕，不住地求饶：“同志，我不能跟你们走啊，我妈还躺在里面等着我见最后一面呢。”婆婆宣布死亡的时候，正好是陈诚在楼道里大闹的时候，听到了消息，他愣了1秒钟，紧接着蹲在地上嚎啕大哭。我转身就走，听见陈诚在我的身后大骂贱人，缓缓走到他面前，用平静的语气告诉他：“明天早上9点，民政局见。”赵老的身体已经慢慢恢复，他让护工换了我，让我好好回家歇歇。我与陈诚的家乱得像狗窝一样，说是民工的家也毫不过分。想了半天，也没什么可收拾的，原来的东西我都不想要了。手机却忽然响了，电话那头是陈诚的好兄弟，他上来就问我家里出什么事了，怎么1000块都拿不出来。我立即明白陈诚管他借钱了，语气淡淡：“不要借，我俩离婚了。”朋友吃惊，却也平静。陈诚平日大手大脚，只有他请朋友，绝没有朋友请他的时候。没想到5分钟之内，竟然接到5、6个电话，都是在问陈诚为什么借钱的。更有甚直接告诉我，陈诚管他借了500块，他现在竟然连500块都没有了。我直接发了个朋友圈：“我与陈诚已经结束了婚姻生活，各自安好。”他以后的生活，我概不回应。这下借钱电话消停了。陈诚的电话来了，他鼻音浓重，一遍又一遍地问我：“朋友圈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”就是那个意思，我要跟你离婚了，以后你就算是饿死都跟我没关系了。他不停地哭，向着我哭诉。
我连给咱妈买个盒的钱都没有了呀！我反手挂断了电话。以后这样的酒疯找别人去撒，没钱买盒就拿酒瓶子装，反正跟我1毛钱关系没有了。民政局他果然没来，不是醉倒了，就是故意不来。我直接给律师打了电话，他回答我可以起诉，还告诉我这样的事情以后可以委托他来。我以前觉得要难死了的事情，在他的嘴里却这么的容易。没有等到陈诚，却等到了亲妈。一辆豪车停在面前，有个人哭着喊着上来抱我，我懵了。我那消失了30年的亲妈出现了。我犹犹豫豫，您不是重男轻女，把我扔了？他一把拍在了我的后背上，哭个不停。妈就你一个孩子啊，咱们东北人不重男轻女，女儿还更看重一些。我花了一早上的时间才明白，当年母亲赶集卖山货，一个转身把我丢了，而捡到我的人听了别人的话，把我扔到了孤儿院门口，只说是没人要的女孩。妈妈搂着我，絮絮叨叨地说着自己这些年山货卖得好了，有钱了，却始终没有找到我，眼珠子都快哭瞎了。爸爸见缝插针地告诉我，幸好有你姐姐撑着呀。两人一拍脑门，哎呀，今天大女儿说带男朋友第一次上门啊，火急火燎地往家赶。我终于又见到了陈诚，他人模狗样地坐在我的对面，见到我先是脸色变了变，紧接着质问我上这来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不是跟你一样来吃饭的吗？他是谁？穿着小香风的姐姐坐在椅子上，显然这一上午等得烦了，看着我皱起了眉，脸上不悦，连带着看陈诚的眼神都凌厉了。陈诚左顾右盼，说不出话来。我坐在一旁，干脆替他说了，如果他今天不来跟你吃饭，现在是我前夫了，可惜了，今天他割了我，所以这个男的还是我老公。老公，你有老婆的？穿着小香风盛气凌人的女子，估计就是我妈妈后来收养的姐姐了，长得干净利落，没想到眼珠子跟我一样不好。不过陈诚却是长得一表人才，站在那里就养眼，可惜心是黑的。陈诚愣在原地，却很快反应过来，欣，这个女人勾搭上了别人，还气死了我妈。她明明是个孤儿，骗了我妈还有我呀。这一番对话信息量太大，赶得上地方台自制节目了，让所有的人愣在了当场。我点点头，滚，你快点滚出去，你这个恶心的脏女人。名字叫欣的姐姐伸手来赶我走，陈诚站在她的身后，狗仗人势。我看了看这家里的摆设，富丽堂皇，如今也是我的家里，一下坐在了沙发上，翘起了二郎腿。今天恐怕走了不了，你还敢在我家里撒野？欣举起了手边的花瓶，半是嫉妒，半是恨，做事就要砸我的头，被妈妈挡在了我的面前，犹豫着示意欣能不能让陈诚回避一些。没想到欣像是脑子抽了风一样，挽着陈诚的手臂，向着妈妈哭诉，妈，陈峰是真心爱我的，他以前都是被骗的，我们快点把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赶走。陈峰连名字都是假的。我挽着妈妈的手臂，歪着头看着眼前的两个人。走不了的原因是，这也是我家，是吧妈妈？欣的脸一下就崩了，停了3秒钟，问了一句，你叫她什么？妈，亲妈，我的亲妈，有问题吗？我叫的大声，整张脸都是胜利的笑容。轮到陈诚愣了，看着眼前的欣，磕磕巴巴地说不出话来。她是你妹妹，从我这里你应该叫有钱阿姨的亲女儿，从她那里你应该叫有钱养母的亲女儿，对吧？陈诚，我心里简直笑开了花。陈诚简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以为傍了个富婆，没想到是个假富婆。哎，我叹了口气，
十分感慨：陈诚啊，陈诚，你说你要是多坚持2天，这真千斤的大腿，你不是能抱上了？欣欣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，他的真名叫陈诚，拿起手边的花瓶，狠狠地砸向了陈诚的头，哭着扇他的脸：你这个骗子，还让我带你见父母！你不仅名字是假的，身份是假的，还是有老婆的！你看我今天不弄死你！欣欣哭得激烈，干呕个不停。陈诚跪在地上，一边给欣欣擦眼泪，一边深情地看着她：你别哭，我心疼。伤到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野种还能怎么办？难不成带回来叫我妈？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笑话，欣欣抬起头，梨花带雨的脸上满满的恨意，指着我：谁知道你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是真是假都不知道，竟然敢在这里挑拨！我刚要回嘴，坐在一旁的爸爸怒喝一声：够了！他揉了揉眉心，不顾欣欣渴求的眼神，把陈诚请了出去。一家人消停地坐着，只听见欣欣不住地抽泣：你还有脸哭？你看看你找的这什么人！爸爸终于气得拍了桌子：明天就去医院打了这个孽种！欣欣看着我的眼神明显带着恨，却咬着牙，碍于父母的面子，什么也不敢说。妈妈招了招手：算了，吃饭吧。一桌子好菜，本来招待陈诚的，结果却进了我的肚子。欣欣气得吃不下，瞪着我，满满怨恨。妈妈却不停地给我夹菜，一个劲地感慨：我姑娘在外面真是可怜啊！不可怜，我名下有10来套房子呢，上海的独栋小洋房。话一出，满座皆惊。欣欣最不满意，看着我的衣着打扮，以为我在外面一定吃不好喝不好，没想到竟然有千万财产，心里立刻不平衡起来。妈，他那钱是跟老头才得来的，以后在外面可别让他叫你妈，咱家丢不起那个人。那当然，你当小三更光荣。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底气，一句话也不肯让。你，欣欣气得捂着肚子直哭。我叉着腰，一副胜利者的姿态：你怀的是我老公的孩子，我看你以后还是不要出门了吧，都不够丢脸的。想想陈诚，心里就止不住的恶心。在家住了几天，才知道父母的生意做得挺大，家里别墅豪车，还有几家加工厂。妈妈拉着我的手，满眼的泪：宝啊，这些以后都是你的。那姐姐呢？听到我问姐姐，妈妈的表情变得尴尬起来。原来只有姐姐的时候，家产当然是姐姐的，没想到现在问回来了，父母有点改变主意了。3天后，我在家门口看到了陈诚，他手里破天荒地拿着花，满脸期待地在风中站着。看见我，忙不迭地跪在了我面前，拿着花的手一伸：媳妇，我来接你回家。这恶心的称呼听得人耳朵流脓。我回头望了一眼，皱着的眉却怎么也松不开了。你不是来找欣欣的？不是，不是。陈诚连连摆手，想到欣欣像是见到了什么脏东西般厌恶，指着家门口，耐心地解释：都是他勾我的，我真的一点也不喜欢他，我那是缺钱，才想着找他借点。他的表情殷勤，问我能不能让他站起来了，腿都麻了。我庆幸着现在知道了他的真面目也不晚，打开手机给他看判决书，新鲜的，今天早上刚下来的，法院判决书，今天早上刚判的，你不会没看见吧？陈诚整个人僵硬地跪在原地，挣扎着站了半天都没起来，嘴硬地说他不信。他伸出手指指着天：我陈诚生是你老公，死是你的鬼，我爱你矢志不渝，我这一生一世都爱你。这话喊得响亮，我真怕天上突然响起一道雷，直接劈死他。没想到身后车库忽然响起了引擎声，灯光亮起，竟然是欣欣。她一直坐在车里，
听到了我们2个人的全部对话。他眼中带泪，怒吼一声：“去死吧！”车子轰地冲了出去，前轮从陈诚的身上压过去，他瞬间就没了声息，只剩下地上一大滩血迹。欣欣下了车，狠狠地踢了踢他不动了的手脚，满脸只剩下了冷笑。亏得我打胎的时候还带着一丝愧疚，你却在这里求复合，也不看看人家理不理你。手指头拂过了陈诚还睁着的眼睛，满满的用力，把双眼全部合上，一下坐在了地上。我吓得手软脚软，撒腿往家跑，让人打电话叫救护车，然后拉着父母下楼，却看见欣欣也躺在了地上。她闭着眼睛，不知道是生是死。妈妈却崩溃，再也受不了，上前就去拽欣欣的手：“你给我起来！为了这么个狗男人，要死要活。想当年我就不该在家门口捡了你。”欣欣眼角有一滴泪流下，嘴里默默地念叨着：“我妈听说你丢了孩子，开心的连夜把我扔到了你家门口。她让我装活泼装可爱，可是我那个时候已经记得是了。我知道，我早就知道。可是欣欣，我一直把你当亲生闺女看待呀。”妈妈性格直爽，此刻却是真的伤了心，眼睁睁看着警方把人带走。救护车直接叫了火葬场的车来。陈诚已经没有亲属了，他妈死了，他也死于非命，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。只有一个村妇模样的人远远地跑来，一下子就跪在了妈妈的面前，哭得伤心欲绝，不停地给妈妈磕头，一个劲地认错。妈妈略有些疑惑，很快就明白了过来：“你是欣欣的亲吗？”“是啊，我们当年穷，所以才动了不该动的心思。你养了他那么多年，有那么多钱，快点救救他吧。”有那么一瞬间，妈妈是犹豫的，很快又从他的手心里抽走了手。他罪有应得，我为他哭了那么多眼泪，我亲生女儿又该怎么想？妈妈挽着我的手，当晚就踏上了出门旅游的飞机。她说：“这些年我没有吃过的喝过的，统统都要补偿给我。我知道，这是为了不想让我伤心，不想让我去关注欣欣跟他的死。好山好水，我的心情很好，很多事情已经释然。在回孤儿院的时候，带了好多的东西，却发现孤儿院最近翻新了。听说有一位非常好的赵爷爷给我们捐了好多东西。顺着墙上的一排照片，我又看到了赵老，他精神矍铄，看来生活得很好。透过照片，笑得灿烂。我冲着他点头示意，愿每个人都能过得更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